嗨，大家好，我是小安。在上期视频，我们聊了谷歌的发展历史。那在这一期，我们来回答两个问题。第一，谷歌的业务结构到底是怎样的？它是怎么赚钱的？第二，它现在的增长引擎是不是够强？未来还有没有新的增长点？搞清楚了这两点，你再去看谷歌的财报就会非常清晰了。根据最新的财报数据和业务划分，阿尔法贝塔的业务结构主要分为谷歌服务、谷歌云以及创新业务三大板块。先看最核心的一块，谷歌服务，这是阿尔法贝塔最主要的利润来源。这个板块里主要包括4个业务：谷歌搜索及其他、YouTube 广告、谷歌网络、订阅平台及设备。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先看最重要的谷歌搜索及其他。这一项里包含了谷歌搜索、地图、邮件等核心产品，可以说是整个公司的营收支柱。截至2025年底，这一项业务的年收入已经超过2245亿美元，占公司总收入的53%。它的商业模式本质上是基于用户意图的广告拍卖系统。也就是你搜索什么，谷歌就把最相关的广告放到你面前。当你搜索具体商品时，搜索结果中就会出现带有图片、价格和商家信息的卡片。当你搜索服务时，会推荐本地服务商的信息。除了谷歌搜索，谷歌地图同样是广告收入的重要来源。商家可以通过付费在地图上标记图钉，或出现在搜索结果推荐中。另外还有 Google Play， 开发者可以付费让自己的 App 出现在应用商店搜索结果的顶部。从财务指标来看，这项业务的增长非常稳健，多个季度以来一直在12%到13%之间波动。如果我们拿这个增长率跟 Meta 相比的话，确实不算特别快。2025财年 Meta 广告收入1960亿美元，增长率一般在20%以上。谷歌搜索及其他这项业务的年营收是2245亿美元，大概是 Meta 的1.1倍，两者体量相差不算很大。那么谷歌增长相对较慢的原因，我觉得主要有2个。一个是像 ChatGPT 这样的 AI 正在改变一部分用户的搜索习惯，尤其是知识类搜索。第二个是广告模式不同， Meta 有 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 等不同形式的平台，几乎垄断用户的注意力时长，擅长在用户刷动态时创造需求，用户通常刷着刷着就被种草了。而谷歌搜索则是等待需求，只有当用户产生我要查下某个东西的念头，并去搜索时，谷歌才会盈利。从最新数据看，2026年第一季度，这项业务收入是618亿美元，增长率为11.9%，比2025年略有放缓。AI 确实带来了影响，但远没有颠覆搜索那么夸张。接下来我们快速看一下另外3项业务。YouTube 广告目前年营收约为404亿美元，从近2年的财务数据来看，增长率呈放缓趋势。谷歌网络该业务主要为第三方网站和应用提供广告投放的服务，这是谷歌所有业务板块中表现最疲软的一项，年营收约为298亿美元，已陷入持续性的负增长。订阅平台及设备包括 YouTube 无广告订阅、Google Play 应用商店收入以及 Pixel 手机、Nest 智能家居等硬件。这项业务过去被称为 Google Other， 现在呢已成为谷歌除了广告之外最核心的营收增长点。2025年收入大约480亿美元，增长率达到19%。谷歌业务的第2大板块谷歌云，该板块是近年来谷歌增长最快、最受资本市场关注的一块。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什么是谷歌云。谷歌云是谷歌向企业、政府、开发者提供的云计算平台，它允许客户租用谷歌庞大的基础设施，
而不必自己购买和维护服务器。它主要包含两大产品，第一个是云基础设施，简称 GCP， 提供算力、存储、数据库和最先进的 AI 机器学习工具。第二项是办公软件，包括企业版的 Gmail、云端硬盘、Google Meet 和最近整合的 Gemini AI 办公助手。它是怎么赚钱的呢？主要有3种方式，一个是算力与存储付费，企业根据使用的服务器时间、流量、存储空间支付费用。再一个是 AI 增值服务收费，随着 AI 浪潮爆发，谷歌通过向企业提供训练大模型的算力和 API 调用来收取高额服务费。还有一个是办公软件订阅，按每位用户每月收取固定的订阅费。谷歌云的表现可以用爆发来形容。截至2025年底，谷歌云的年化营收已达到587亿美元，增长率高达 35.8%， 是全公司最强劲的动力。照这个速度发展，再过5-6年就可能超越谷歌搜索，成为第一大盈利业务。在2024年第一季度，谷歌云的营业利润率仅为 9.4%， 到2025年底已攀升至 30%。 这意味着该业务不再是负担，而是每年能为谷歌贡献超过139亿美元净利润的提款机。谷歌云目前稳居全球前3，仅次于亚马逊 AWS 和微软 Azure， 约占 13% 的市场份额。亚马逊 AWS 约占 30%， 微软 Azure 约占 25%。 但在 AI 基础设施领域，谷歌云被公认为具有领先的技术优势。这个领先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个是谷歌有自研的 TPU 芯片，意味着在训练自家 Gemini 模型时成本更低，也能为客户提供更具性价比的算力。第二是谷歌自研网络架构，并解决了大模型并行计算中的通信瓶颈。第三是有自研的大语言模型 Gemini， 不需要依赖第三方合作。截至2025年底，谷歌云剩余履约义务达到2428亿美元，同比增长 160%。这代表企业客户已经签署长期预付费或承诺合同，金额巨大，预示着未来几年的收入增长已经提前锁定了。最后一块是创新业务，也就是谷歌的未来实验室。这部分主要包含处于早期阶段、具有高风险但能改变未来的前沿项目。主要项目包括自动驾驶技术、Waymo、生命科学公司等。这部分营收规模相对较小，2025年约为15亿美元，目前仍处于投入阶段，每年约有75亿美元的运营亏损。这里要重点讲一下自动驾驶技术 Waymo。虽然它在财报里看起来不重要，归类在年营收仅 15.4 亿美元且处于亏损状态的 Other Bets， 但在自动驾驶领域，它是公认的领先者。国际自动驾驶工程师学会把自动驾驶从 L0 到 L5 分了6个级别。L0 是无自动化，驾驶员做所有的事，电脑只负责报警，比如车道偏离预警。L1 是辅助驾驶，电脑负责某项功能，比如定速巡航或车道保持。L2 部分自动化，电脑负责转向和加减速，但人必须实时监控并手扶方向盘。L3 有条件自动化，在特定条件下电脑开，人可以分心，但必须在系统报警时随时接管。L4 高度自动化，在限定区域内，电脑全权负责，人可以睡觉，不需接管。L5 全自动化，电脑在任何环境下都是老司机，车内甚至没有驾驶位。Waymo 的无人驾驶水平目前已达到 L4， 是全球唯一一家在多个大城市运营完全无人驾驶商业出租车服务的公司。谷歌坚持不造车战略，
与极客、捷豹和现代汽车合作，提供定制化的自动驾驶底盘。特斯拉 FSD 自动驾驶水平目前处于 L2 或 L3， 这两者的竞争本质上是全能传感器派与纯视觉派的路线之争。Waymo 是属于全能传感器派，它搭载高分辨率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摄像头，这种配置高度依赖厘米级高精地图，车辆像在轨道上行驶。但如果路况变了，或者开出了地图范围，它就瞎了。特斯拉是属于纯视觉派，它仅依赖摄像头，完全弃用雷达，通过神经网络将2D 画面实时重建成3D 空间。这种方案可以像人类一样实时感知，即便来到一个从没去过的城市，也能根据路面纹理、车流走向自动判断该怎么开。这和人类去异地开车是一个道理。缺点是容错率低，神经网络的决策过程像人的直觉，很难用逻辑完全解释。如果系统在某个特殊光影下把白色大卡车看成了白云，这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故，那么系统内部没有第二套独立物理传感器来纠错，因此要求驾驶员必须时刻待命。很多人认为只有像特斯拉那样有100万辆车在路上跑才有数据。谷歌自己不做车，大数据从哪里来呢？其实 Waymo 的数据来源非常高效而且多元化。首先 Waymo 有自己的实测车队，虽然 Waymo 的车队规模远小于特斯拉，但它的每一英里都是高质量的。Waymo 的车队在复杂城区的行驶里程已突破1000万英里，这些数据包含了大量的极端场景。其次是谷歌利用谷歌云的算力，每天在虚拟世界中进行2000万英里的模拟驾驶。它能通过 AI 自动生成成千上万种危险场景，比如小孩突然冲出、多车连环追尾，让算法在虚拟实验室里自动进化。另外，谷歌地图20多年来积累的全球街景数据、3D 建模能力以及实时路况数据，为 Waymo 的高精地图构建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基础设施支持。最后，还有谷歌的 DeepMind 团队，他们会将在强化学习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直接应用到 Waymo 的路径规划算法中。不过，即便谷歌每年投入数十亿美金，Waymo 目前也只是实现了 L4， 这从侧面说明自动驾驶能力的每一次升级都异常艰难，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涉及系统可靠性与极端场景的处理能力。而无论选择哪一种技术路线，自动驾驶最终都无法回避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复杂的人性考验以及法律责任的界定。例如，在极端情况下，当车辆高速行驶时刹车失灵，左边是一个推着婴儿车的母亲，右边是5位正在横穿马路的老人。当事故不可避免时， AI 应该如何选择？人类司机在这一瞬间通常是凭本能反应，法律往往视其为紧急避险，在一定程度上予以理解与宽容。但对于 L5级自动驾驶系统而言，这类决策无法依赖临场反应，而必须在算法中被预先设定。如果开发者设定类似优先保护人数更多的一方或其他明确规则，这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提前设定了取舍标准，从而引发伦理争议。技术是否应该，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参与对生命价值的排序，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最后，对今天的话题做个总结。如果我们把整个谷歌的业务放在一起看，其实可以清晰地分成3层结构。第一层是以搜索为核心的广告业务，这是谷歌过去20年最成功的商业模式，也是当前最重要的现金流来源。它的特点是规模巨大，利润极高，但增长已经逐渐放缓，并且开始受到 AI 等新技术的冲击。
第二层是以谷歌云为代表的云计算和 AI 业务，这是谷歌目前最强的增长引擎，不仅收入增长快，而且盈利能力在快速提升，同时还有大量已经锁定的未来订单。从趋势来看，这一块业务很可能在未来几年逐步成长为谷歌新的核心支柱。第三层是以 Waymo 为代表的创新业务，这部分仍然在持续亏损，对整体财报的贡献很小，但它的意义不在于当下，而在于可能性。一旦某个方向实现突破，带来的回报可能是颠覆性的。所以，如果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谷歌的业务结构本质上是一个现金流加高增长引擎加未来期权的组合。那它的增长引擎够不够强呢？答案是，目前是够强的，因为谷歌云已经证明它不仅能高速增长，而且可以赚钱。但更关键的问题是，谷歌正在经历一次非常重要的转型，从一家以广告为核心的公司，逐步转向一家以云计算和 AI 为核心驱动的公司。至于未来能不能成功，取决于两点：第一，谷歌云能否持续保持高增长，并缩小与竞争对手的差距；第二，在 AI 时代，谷歌能不能继续掌控用户获取信息的入口，同时在 AI 直接给答案的新模式下，重新建立有效的商业变现方式。这两点才是接下来最值得关注的核心。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